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星星，欢迎来到这期的午夜听鬼哦。这次的故事是关于一个叫做萨米的泰国降头的故事。星星听到这个故事的时候，觉得实在是太惊悚和不可思议了，完全有恐怖电影的即视感啊。但我想喜欢灵异故事的你们，心脏一定可以承受得住的，对吧？这则故事的主人公呢，名叫 Henry， 来自印尼。事情是发生在他师父在一次帮人解降仪式时所遭遇的惊悚经历哦。那废话不多说，就让星星以第一人称来跟你们讲述这个故事吧。今天想跟你们说一段真实的故事，一个我亲眼见证的关于我师父的故事。这件事呢，发生在1996年到1997年间，那时候的我还很年轻，并且还跟在我师父身边学习。接下来要跟你们说的是我这辈子见过最恐怖、最惊心动魄的一场斗法，即使到了今天，每当我回想起当年的画面，还是会让我觉得心有余悸和不安。这真的不是什么都市传说哦，而是真真切切发生在马来西亚的事件。而我师父当时面对的是3名泰国顶级降头师联手布下的死局。我还记得那通电话打来的那天，我的师父当时正在院子里面诵经，我呢就在旁边忙着整理草药。电话接通后，师父得知对方是一位女士，但是她的声音听起来非常虚弱，讲话很慢，而且有气无力的。她说她在马来西亚呢是做国际香烟代理生意的，另外还经营着巴士和卡车公司，身家有好几千亿印尼盾，换算的话大约有2亿多马币，或者是10亿多台币吧。但是钱已经救不了他的命了。他告诉师父，因为生意竞争的关系，对手对他下了降头，而且还不是普通的降头哦，而是泰国的萨米降头。当师父听到萨米的时候，我发现他的脸色有点变了。要知道我师父是什么样的人啊，他见过的邪术啊、黑巫术多了去了诶，很少有东西能惊动到他。但是那一刻，我却注意到她的神色非常的凝重。那位女士接着说了一件更可怕的事。她说，在找到我师父之前，她已经请过8位法师过来帮忙。没错，是8位。前7位法师在她家解降失败后，全都在踏出她家大门后当场呕吐鲜血而亡，连医院都来不及送。而第8位法师稍微厉害一点，性命是保住了，但他的右眼眼球却在施法结束后当天当场爆裂，永远失明了。听到这里，就算是跟师父一起经历过大大小小个案的我，也感到恐惧。于是我就非常不安地问师父，这个个案我们真的要接吗？因为感觉实在是太危险了啊。师父当时没有马上回答，他反而闭上眼睛沉默了很久，然后说，已经牺牲7条人命了，如果我们再不去，第8个死的就会是他。那天晚上，我师父开始斋戒，并且连续诵经3天3夜，为这趟解降之行做准备。1个月后，我们抵达了马来西亚。当我第一次见到那位女士时，我差点忍不住吐出来。不是因为她长得可怕，而是因为她的身上散发出一种味道，那是一种肉类腐烂的气味，然后混合着血液的腥臭味。他说他已经被折磨了24年，你没听错，是24年啊。师父跟我解释说，对方下降头的目的不是要让他马上死，而是要让他生不如死。接下来看到的画面更是让我这辈子都无法忘记。我记得当时我们跟那位女士聊了几句后，她就开始咳嗽，咳着咳着，我们就看到好像有什么东西掉到了地上。结果一看，你们知道那是什么吗？掉在地上的竟然是蛆啊，而且是还在蠕动的蛆。经过一番了解后，那位女士痛苦地说，她只要一打喷嚏或咳嗽，就会从鼻子和嘴巴里喷出蛆虫，真的就是那种专门吃腐肉的蛆虫。而且身体上如果有任何伤口，流出来的也都不是脓水，而是肉眼能看得到的蛆。不仅如此，她说就连她上厕所的时候，尿液和粪便里也会混杂着还在蠕动的蛆虫。整个情况实在是太惊悚了。师父看了她的情况后，脸色凝重地对我说，这位女士
基本上已经是一具行走的尸体了。之后，师父还告诉了我更可怕的真相，就是这个降头是由3名泰国的三妹巫师一起联手下的。他们用的不是普通的木偶，而是真正的婴儿尸体。他们会先剖开婴尸的肚子，在里面塞满草药、符咒，然后诵唱诡异的经文，之后在炭火上不断的摇晃、翻转、烘烤那具小小的婴尸来进行仪式。师父在马来西亚待了整整1个月，每天都进行法事，然后回去印尼休息7天后再回来，就这样反复进行，持续了半年。在这6个月里，我看着那位女士的情况一点一点的好转，虫子变少了，臭味减轻了，她的脸也渐渐有了血色，但是我却看到我的师父越来越憔悴。每次做完法事后，师父都要休息很久才能恢复。他告诉我，那3名泰国巫师的法力非常强大，每进行一次解降，都像是在和他们正面交锋。一直到了第6个月，随着最后几次的法事就快结束，师父离跟那3名降头师最激烈的斗法也越来越近。某天晚上，我师父准备进行最后的法事，要彻底解除女士身上的降头，但那3名泰国巫师显然也发现了师父这个强大的对手，于是他们决定反击，但目标不再是那名女士，而是我的师父。我永远不会忘记那晚的焦灼和恐惧。我记得就在法事进行到一半的时候，师父突然停了下来，他的脸色变得非常苍白，额头还一直不断冒着冷汗。我看着觉得很不对劲，马上就问他怎么了，但他也没有回答，就只是默默地看着我，眼神空洞，整个人好像没了反应。后来师父才告诉我，那一刻他的灵魂其实已经离开了身体。他发现他漂浮到了屋顶上面，往下看就看到自己坐在那里的身体，并且还看到我惊慌失措地用力摇他，想把他摇醒。那3名泰国巫师早就已经杀红了眼，他们联合起来发起了全力的一击，想要直接夺走我师父的性命。师父说，那种感觉就像是被无数只无形的手给掐住脖子，慢慢的你开始窒息，意识逐渐的模糊。他说他看到前方有一片黑暗朝他扑来，他知道如果他就这样被黑暗给吞没，他就再也回不来了。就在千钧一发的那一刻，师父想起了他的祖师爷传下来的秘法，他说那是只有在生死关头才能使用的最高心法。于是他赌上全身最后的力气，在心中诵念了那段经文，1遍、2遍、3遍。师父说他当时集中了心中所有的意念，重复念着那段经文，直到他感觉周围的黑暗开始慢慢褪去，眼前突然出现了一道金色的光，把他包围住，并硬生生地将他的灵魂重新拉回了身体。当师父意识到已经回到身体后，他空洞的眼神终于有了反应，并且虚弱地对我说，他没事了，事情终于是解决了。而接下来对方出事了。几乎就在同一刻，师父感应到远在泰国的那3名巫师，他们发生了剧烈的反噬。由于师父的法力最终还是超越了对方，那股反噬的力量完全超出了他们的承受范围。于是你们知道吗？他们的身体当场起火自焚了，火从他们身体内部开始燃烧，根本没有办法抵抗，最终他们在泰国境内被活活烧死了。而那具作为施法媒介的婴尸也同时自燃，并在火焰中化成了灰烬。这场持续了24年的恐怖降头就这样被彻底破解了。那位女士呢，最终也完全康复了，她身上的虫子和臭味从此消失，她又变回了一个正常健康的女人。但是代价太沉重了，7位法师的性命，1位法师的眼睛，还有我师父整整2周的重病。回到印尼后，我师父卧床了整整14天才渐渐恢复。我当时是一步都不敢离开他的床边半步，我想那一次是他离死亡最近的一次吧。有一天他跟我说，这世界上有很多我们看不见的东西，有善也有恶，我们学这些不是为了害人的，而是为了救人，
要记住，永远不要用这些力量去伤害那些无辜的人。希望听了故事的你们也记住，永远心存善念，远离邪术，不然下一个引火自焚的有可能是你哦。好啦，那这期的故事就说到这边了，是不是很可怕？希望我们大家都平平安安的，永远不要接触到这类事情，不然真的太悲剧了。真的很感谢你们听到这里哦，如果你也有恐怖经历和故事，也可以投稿给星星哦，星星也会在这个系列帮你念出来的，嘿嘿。离开前可以先帮星星订阅点赞，或者加入会员小小的支持星星哦，我跟饭团就先谢谢你们啦。如果看不过瘾，可以继续点击这里观看其他的影片哦。那我们下期故事再见咯，拜拜。最后，各位加入灵性鬼探社的社员们，谢谢你们的支持哦，特别是科长阿燕、雷克斯、Jean、陈伟志和 Clay L， 感谢你们啦！